环球旅行，横穿美国。这期视频应该是这次美国行的最后一期。现在先从蒙大拿开1000多公里到西雅图，然后再顺着1号公路到旧金山，再飞5个小时到夏威夷度个假。先开1000公里到西雅图热热身。这种自驾强度跟我之前在中东自驾比，连特种兵都算不上。终于到西雅图了，屁股都开成2半了。这边好冷啊！这次学聪明了，直接先到唐人街干饭，要不再晚一点全关门了，又得饿一宿。这家火锅店好火呀，老外中国人都在排。我前面有14桌，我在最底下。现在是9点钟，不会没轮到我就关门了吧？终于轮到我了，直接开炫！居然吃了140刀，相当于人民币1000块钱，而且我还舔着脸没给小费，不然就1200多块钱。最重要就是他们有店员认了出，说我叫蓝山飞。人生啊，总是世事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您猜怎么着？我这个月在国外的消费超额了，我的卡被锁了，1毛钱都整不出来了。众所周知，美国是个信用卡社会，你干啥都要用信用卡。你住个酒店，就算在网上订，线下你交押金一定也要用信用卡，而我1毛钱都刷不出来了，得要睡大街了。现在得要想办法去找那么不正规的酒店，看能不能用现金当押金呢？唉，人果然在倒霉的时候就是会一直倒霉。8月24日是西雅图什么日子啊？城里城外几百公里，最拉胯的酒店到最好的酒店全部被订满，全部被订空。我这是在拍电影吗？我今天晚上真的睡这大街上了，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喊兄弟们又要到饭了。唉，保持微笑，嘻嘻。果然爱笑的胖子运气不会差。本地的留学生粉丝知道我的遭遇之后，直接收留我，把他们公寓的公共客厅腾出来给我睡。啊，你们管这叫客厅啊？这比我来美国旅游住过的酒店加起来都大。重要这大沙发比床还舒服。晚安。关关难，关关过。据说国外的兰州拉面要比国内的好吃，咱们尝一下。我是他们今天早上第1位客人，头碗拉面更香。哇，这肉果然比国内的多，但它贵呀，13刀，差不多人民币100块钱了。这面拉的满分，爽滑有口感有韧劲，关键它牛肉还多，汤底还正。爽！它这碗面的确对得起它这个价格。来都来了，咱们就到西雅图的市中心瞎溜达一下。而这个就是他们的地标建筑太空针塔，咱们坐到顶流看一下西雅图的城景怎么样。我真麻了，买门票都要信用卡，人工柜台我也找不到啊。上不去了，算了。同是天涯沦落人呢，拉出我心声了，大爷。网红口香糖墙啊，老外口味真重，这也能成为一个网红地标打卡点。本地网红抛鱼表演，在一个菜市场里面，他们把顾客选好的鱼抛来抛去来进行表演，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买鱼。我就想说，买的时候看表演，看完了之后退行不行？就是想白嫖。这哥们估计整多了，在大街上反复抽搐、口吐白沫，旁边的人估计都见怪不怪了。西雅图是怎么评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的？市中心脏乱差不提了吗？街道上到处都是瘾君子，疯疯癫癫的人非常多，大白天都能看到当街非法交易，暴力事件随处可见，而且普遍没有人情味，非常的冷漠。算了，天黑之前找地方落脚，晚上是真的不敢待在这里。好，又到紧张刺激的盲盒时间，但这次不是酒店，是民宿，因为民宿不用押金。看看1500块钱，在西雅图市中心能住什么样的民宿？哇 ，Welcome to 战飞。
好有诚意啊！哇，这个走廊蛮长的。哇，这么大呀！还有个次卧，卫生间，还带一个厨房，还有一个海景小阳台。哇！早说美国的民宿性价比那么高啊，我就不住酒店了。那我之前花的钱算什么？冤种吗？还能看到日落，真不错。日落之后的城市夜景也好高大上啊！感觉如果在美国生活性价比最高就是点外卖，一顿可以多点几个菜，一顿外卖可以分几顿吃，包不会饿肚子。现在再开200公里去见个网友，他说我好不容易来一趟美国，好好招待我，好吃好玩好喝一条龙。但他也知道我这个人脸皮薄，就不爱白拿白吃白喝别人的。但是呢，别人又想尽地主之谊，盛情难却，那就勉为其难的随便应付一下吧。到了啊，这房子居然还是别墅。哎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去，这一墙都是真的吗？啊？首先啊，我是守法良民。其次，这些没有一把是 BB 弹。我靠，这太爽了！男人的玩具柜，沙漠之鹰黄金版，这个是假的吧？这是1.5的黄金山鹰。我去，太刺激了！这把我们认错了话，应该就是 M4吧 ？P90，喷子，维克托，这把改装过的 AK， 8倍镜，这个没看过这个倍镜，全息，红点呢？红点，这是红点，这是红点。对的，装手枪是吧？这个我熟啊 ，S686。这2把双枪 ，COD 的玩家眼不眼熟？我玩《世纪绝地求生》的时候，我以为维克托就跟手枪那么小，没想到那么大，而且它这个消音管太夸张了。哇，这8倍镜比游戏里面的还好用，比游戏里面还高清。这个真的现实中第一次体验，太牛了！我再带个单机头啊，兄弟们，这玩意儿其实防弹吗？一会儿咱试一试就知道了。男女头是，你带我打枪准。我去，这巴雷特的子弹也太夸张了吧！被他打中，不得青一块紫一块东一块西一块了。现在出发去靶场试一下，我就想问，警察查车看到后面那么多的武器，搞不好会容易弹夹清空哦。这是我刚才的靶子，压了48子弹。一枪没中，全靶的，我是个废物。因为巴雷特这个枪太猛了，所有的靶场都不让打。我们现在上山上打，更刺激。游戏里面扔烟雾弹扔的多了，现实倒是头一回，看看有啥区别。Smoke grenade！ 我靠！喂！哇，瞬间起烟了。但是这个烟，这烟感觉不大呀。就这儿啊！再体验一发榴弹发射器，看看是什么感觉。这不过年放了2.9吗？太拉了 ！COD 的玩家看好了啊，我只演示一遍。黄金沙漠之鹰啊 ！CSGO 玩家终极梦想。看一下后坐力怎么样？我手都被震抖了，终于体验上这把 S686了。玩吃鸡的时候真的让人又爱又恨，自己拿的时候打不中，别人拿的时候强中，800米的给我爆了。这后坐力还是很猛啊！等一下 ，S686最经典的时候来了。看好了啊，真的游戏没有骗你。帅！打之前给各位穿越电线的玩家科普一下啊，一把这样的巴雷特，俗称大炮，有30多斤。如果你要实现游戏里面给它举起来瞄、跳举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只有清朝老兵背上了背包开挂才能做得到。现实的生活中就是抬枪都瞄准的够难的，更不要说跳的，这完全就是在扯淡。再给游戏玩家科普一下，
巴雷特大炮是半自动狙击步枪，不是单狙。接下来我要一口气把所有子弹全部打出去，看看是什么感觉。太爽了，这巴雷特哇！我的肩膀已经不是我的了，我那靶子也不是我的，那把也打没了，这把就剩个底座了，其他的都变成了碎片，都不知道散哪儿去了。太好玩了，这大炮太猛了。庆余年大家没看过也听过吧？我感觉那编剧肯定是没打过巴雷特这把大炮，不然主角拿到上手了，直接就打结局了，他还写个屁呀！走了啊，去旧金山还车了啊！慢点开啊！上来就当自己家，别客气。真的吗？那能不能把你那电脑升级一下？带走吧，你直接带走，旧金山不要吗？太卡了，走了啊！开了8个小时，终于到旧金山了。先把车给还了，钥匙还是放在前面就可以了。但是还车的时候，发现这里有刮蹭，还好我买了保险，不然不知道又要被坑多少了。最近如果你也想来美国旅游的，但又担心自己安全得不到保障，毕竟这里枪支泛滥嘛。别人有你没有，心里总没底。毕竟你是个旅客，是没有持枪许可的。所以你可以像我一样，落地花几十刀买一个防熊喷雾防身，这玩意儿瞬间就会让对方失去行动能力，保命嘎嘎好用。到旧金山旅游肯定是第一时间到这个金门大桥打个卡了。虽然我觉得没啥好看，也没啥特别的，但是中国人旅游嘛，主打来都来了。前面那个小岛就是美国著名恶魔岛监狱。上去参观要花100美元，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块钱，花700多块钱参观一个监狱，这不冤种吗？接下来咱们再沿这条海滨公路走1个半小时到渔人码头。到了，没啥特别的，就是一个网红机。我去，这码头全是，太夸张了！我家晒咸鱼都不敢这样晒，而且海豹真的是像狗叫一样的。我能搁这看1天，这太逗了。而且我看了那么多条，这条是设的最安逸的。旧金山的唐人街据说是美国最早最大的唐人街，进去溜达一下。刚进唐人街感觉到家了，满满的中华文化氛围，看得懂的汉子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看不懂洋文活不下去了。我大概走了5、6个街区，差不多围绕了整个唐人街走一圈。这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香港旺角逛街一样，一毛一样。而且这边的老头老太太也喜欢聚集在附近的公园锻炼、下棋、打牌。据说这家粤菜奥巴马跟他老婆都来吃过，还说嘎嘎好吃。那就让我这个正宗广东人来验一下真假。这次我们反着来，好吃我们就用粤语，不好吃我们就用普通话，因为在这一边粤语的普及率比普通话高，我怕被打，是真的会被打。总共点了3个菜，烧鸭、走地鸡、萝卜牛腩煲，这些都是粤菜的代表之一。开胃甜品杨枝甘露，我头一回吃到甜的那么腻的杨枝甘露。这个烧鸭可以，皮脆肉嫩，嘎嘎好吃，但是有唯一的缺点，有點過甜啦。呢嚿走地雞正啊，好撚有雞味，好食到閪咁。這個牛腩煲就很辣，這肉好柴呀，但是它這個蘿蔔就是精髓，好清甜。加上小費是100多美金，相當於人民幣700多塊錢嘛，但是好吃。这钱就值了。晚上我路过这的时候，我越看越眼熟，我都懵了，这不长沙火车站吗？旧金山的无人驾驶也很出名，咱们也去打一辆体验一下。可以看得到这个车周围全部都是摄像头，还有激光雷达，就不知道坐上去的体验怎么样。开启行程还是个中文。Hello from Waymo.As we get going, just give us 1 minute to cover. 这 LED 屏还可以显示周围的交通情况。还蛮有意思。这里还有一个靠边停车的选项，一旦找到了安全的停车点，汽车就会立刻停车，你的行程会被结束，就是随时想下就下。
一直赖着不下车，他就会疯狂的打乘客的电话。但我后备箱也没有行李呀，他打开干啥呀？好了，到一定的时间他会把行李箱给关掉。好，他走了，拜拜。我靠，走的时候还开得挺快，还打算去夏威夷的，但是去不了了。第一，他们3个岛有1个岛正在维修，去了也玩不尽兴。第二，我的卡都刷爆了，没办法再承受美国的高消费旅游了。下一站南美洲墨西哥见。